如果你有女儿，愿意让她嫁非洲人吗？相信答案大多是否定，因为两人除了有种族、文化、地域的差异，更多的是生活习惯的不同，而这种差异往往是婚姻最难逾越的坎。然而，北大有位女子却冲破阻隔，不仅成功远嫁非洲，还迎来不错的结局。她叫英杰，生于1968年。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英杰从小就家境良好。她虽然是个女孩，却被父母寄予厚望，希望她成为人中之杰。这从她的名字可见一斑。也正因如此，让她养成了开朗豪爽、洒脱不羁的性格。高考时，她不负众望，考入国内最好的学府北京大学。进入大学后，英杰并未停止前进脚步，在努力学习的同时，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，从各方面来提升自己。如果能按部就班发展下去，他会有很好的人生前景。但一个人的出现，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这个人就是卡林通。在一次中外联谊活动上，来自非洲几内亚比绍的小伙卡林通被阳光开朗的英杰深深吸引，随即他决定追求英杰。当天活动结束后，他跑到英杰所在宿舍，当面向他告白。英杰性格虽然开朗，但作为一名中国人，还是无法接受卡林通的直白。何况两人还有种种差异。但好女架不住难缠，卡林通锲而不舍的追求，让英杰发现他不仅幽默细心，人还很善良。在卡林通诚恳与真情打动下，英杰答应先与他处段时间。但他的这一决定却急坏身边的好友。闺蜜提醒她不要太当真，不然嫁过去跑都来不及。但英杰自认不是恋爱脑，不会头脑发热就远嫁非洲。可随着两人感情的逐渐升温，事件走向已脱离英杰的设想。在卡林通一次精心设计下，英杰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。待英杰将黑人男友带到父母面前，父母反应异常激烈，但深陷恋爱的英杰任谁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。僵持几个月后，英杰的父母率先打破僵局，称只要他不离开中国，便不反对他嫁对方。1990年，英杰毕业不久，与卡林通在北京结婚。两人最终走在了一起，但人算不如天算。婚后不久，就在英杰准备找工作时，卡林通接到家里通知，让他尽快回国。原来，几内亚比绍实行一夫多妻制，卡林通还有30多个兄弟姐妹，而他是家中的老大。当初他出国留学，费用都是亲朋好友所凑，因此他学成后，理应回去建设自己国家。英杰左右为难，亲朋好友也劝他慎重前往。但卡林通将几内亚比绍描绘成波澜壮阔的美景，那里不仅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还有野生的大象、长颈鹿与狮子。加上英杰本就不愿两地分居，因此带着对几内亚比绍的向往，他毅然决然选择随夫前往非洲。但飞机落地后，英杰傻眼了，因为映入他眼帘的只有断壁残垣与废墟，还有衣不蔽体的儿童。贫穷落后，物质匮乏，这一切充斥着每一条街道，基础性建设更是几乎为零。与国内的生活水平相比，这里相差不止108000里。而卡林通嘴里的草原、大象等，更如天方夜谭，不见踪影。而卡林通此次回国，也是受家族重托。面对如此糟糕的生活环境，英杰不服输的性格，让他一声不吭，咬牙坚持。1995年，随着女儿的出生，英杰在当地开了一家中餐厅后，生活才得以好转。但老天似乎在与英杰作对。1998年，几内亚比绍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与动荡中，每天枪轰炮鸣，这里的民众每天都处于丢失性命的恐惧中。英杰关闭了中餐馆，担惊受怕地躲在屋中，可谓是度日如年。卡林通见此情形，劝他收拾行李回国躲避。英杰不忍心丢下卡林通，但眼下形势逼人，只好带着女儿与丈夫告别。回到国内的英杰并不被人理解，有人甚至传言他被抛弃，但他不畏谣言，只想带着女儿好好生活。为了给女儿攒够学费，他依然在北大门口摆摊卖盒饭，这一摆摊就是2年多。他也等了卡林通2年多，
由于2年来他没有收到卡灵通任何消息，有人认为卡灵通已在战乱中离世。尽管有人开始给他张罗对象，但他还是在煎熬中过活，一来为自己当初的选择买单，二来也给自己未来一个交代。2000年的一天，英杰终于收到卡灵通的电话。原来卡灵通在内战中功劳显赫，被授予特殊身份，不久会以驻华大使的身份到北京与英杰母女团聚。喜极而泣的英杰像苦守寒窑的王宝钏一样，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之后英杰又生了小儿子，如今已是一名运动员，女儿也常年活跃在网络，经营着自己的事业。卡灵通则正式定居北京，常年穿梭在中国与非洲间，为中非友好贡献光与热。可以说，英杰在情感的路上，从不被人看好到圆满收场，他的经历与付出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如果说婚姻是一场豪赌，英杰不仅赌上自己的青春，还赌上自己整个人生。但又有多少跨国恋是以悲剧收场的？因此择一人终一生，还需3思而后行。毕竟谁都无法像英杰那么幸运。